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没错，我又做一些无聊的事情了。今天要开箱23649个白银钥匙，还有11693个黄金钥匙。各位也知道，最近推出了新的玛雅文明，同时间也推出了2位玛雅文明的统帅。所以今天的开箱主要是要测试能不能够把这2位新的统帅给觉醒，又或者是开箱能够觉醒多少位统帅。那么影片开始之前呢，先跟各位讲一下概率的问题。那其实在之前我也是有做过好几个黄金宝箱开箱的影片，但是概率都对不上。后来去问了官方才知道，原来这里所说的概率呢是开到的概率，而不是说你拿到的数量的概率。等于说如果你把你开箱所有的物品记录下来，做成一个列表来对比这里的概率呢，是对不上的。除非你一个一个慢慢去开箱，这样子你才可以做到记录，知道它的概率到底有没有准确。简单的来说，这里的概率就是废了。先说一下2位新统帅的情况吧。现在七天夫人是还没有召唤的就算召唤了之后，也是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雕像。至于西亚卡克呢，也是完全没有多余的雕像，只是召唤了而已。所以当我们开启了黄金钥匙之后，就可以很直接的看到我到底拿到多少颗雕像。OK， 那么我们来正式进行了。先把这个每天要开的先开掉。我们先从白银钥匙开启吧。那这里总共只能开到9999把的白银钥匙，等于说我们必须要分成3趟来开。不过我发现到白银钥匙拿到雕像的几率其实也是蛮低的，就是它的数量不会给很多，因为它这里全部都是1颗雕像，而不是给10颗雕像。不过这里我会做成一个总数记录给大家知道我这边白银钥匙总共拿到了多少的雕像物品。第一次开启只有27个雕像，接下来我们再继续9999个。不过现在开箱好像比较顺畅一点了，之前开箱的时候会卡顿，又或者是要等很久可能是我的手机变好了，又或者是官方有去维护了。在第2次开启的时候有多一点，变成37颗雕像，不过数量还是很少，不够去觉醒。最后剩下3651把白银钥匙，我们把这里全部开掉。最后可以看到我们拿到的七天夫人雕像只有11颗，也正是说白银钥匙如果你要去召唤某一些统帅的话，数量是真的需要特别庞大。总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之前完全没有多余的雕像所以我们直接看这里多出了多少就可以了。总共获得了75个雕像，真的有点少而且各位要知道是2万把白银钥匙，开出来的数量都这么少。接下来就是黄金宝箱了，也是一样9999。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拿到更多的雕像，有一点卡哦。OK， 反正黄金钥匙拿到比较多紫色的雕像。那这里西亚卡克总共拿到23个，因为它这个1个代表10的意思，等于说这边都已经有230个了。然后下面1颗的雕像，我们来看一下。总共有240颗，所以加起来也是蛮多的，都已经470颗了。反而紫色的雕像超级多，是可以直接把6天夫人给觉醒了。像这里就已经有400颗了，然后下面单独1颗的雕像有497颗，加起来都已经有897颗了，还没有加上之前白银钥匙的。而且我也是很好奇，我到底拿到多少的资源加速，我这边算起来应该也不少。那因为我这边黄金钥匙没有这么多，所以现在剩下694把黄金钥匙，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拿到什么东西。那开完了所有的黄金钥匙，最后一次开的时候看到这边有一些统帅其实少了，就比方说西亚卡克没有拿到10颗雕像，但是独立的雕像还是有拿到18颗。所以也是告诉各位啊，如果你身上只有几百把钥匙的话，你也不用想着可以直接把这个统帅给觉醒了。除了紫色的统帅是可以直接觉醒没有问题的，基本上这里的紫色统帅呢都可以觉醒2次了吧，这边获得的雕像有这么多。OK， 来我们来看一下统帅这边总共拿到488颗雕像，差1点就可以觉醒了，大约还差202颗雕像吧。
不过我不会丢镜头在他的身上，我会让他自然觉醒。再来就是新的6天夫人，这边是可以觉醒2次了，就像我之前猜测的一样。不过至少我们得出结论就是，如果你想要这些紫色统帅觉醒的比较快的话，那你就要准备大量的黄金钥匙，觉醒的会比较快一点。像前面你们也可以看到对比了，我2万把的白银钥匙都没有办法让6天夫人给觉醒，但是我只有1万把的黄金钥匙都可以让他觉醒2次了。所以这边就直接把它给觉醒了，因为现在采集统帅有点不够用了，我已经切对了。尽管现在紫色的统帅还蛮多的，但是属于采集的统帅其实不算多，就这样子一气呵成，完全的把它给觉醒了。舒畅，你看那个镜头，还有587，哎呀，可以直接觉醒多一位。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环节了，看数据。那这边的数据呢，总共是记录了白银钥匙开3次的所有记录。OK， 我也知道有很多观众都是用手机看我的影片，这个数据对你们来讲太小个了，看不清楚。所以我把这3个数据整合变成一个数据给大家看。这里就是23649把白银钥匙的内容。那让我比较惊讶的就是，不是采集统帅给的雕像数量最多，而是佩拉约还有 CP 的雕像是最多的。以官方的尿性来说，一般他会给比较多的采集统帅雕像。不过这里你们也看到了，如果要觉醒一位紫色的统帅，显然这里的雕像还是不够觉醒。但如果是蓝色或绿色的统帅，是肯定能够觉醒的。不过我相信应该没有太多玩家会在意这2个类型的统帅吧。同时间你们也可以看到官方这里给的加速和资源，坦白说给的加速资源其实算蛮多的，撇去建筑加速啦，说实话建筑加速真的没有什么用。下一个就是黄金钥匙所开出来的东西，因为只有开2次而已啊，所以这边的数据不是特别长，但是我相信有一些玩家还是需要看总数的，所以我也是弄成一个完整的列表了。那么就像我前面所讲的，拿到紫色的雕像就比较多了，但其实1万把的黄金钥匙是能够让金色统帅给觉醒的啊，你们没有听错。那么究竟是哪一位统帅能够觉醒呢？我又帮各位做了记录，这里是我今天开箱所拿到的统帅雕像。其实蛮多统帅都可以接近觉醒的，就比方说曹操，严格来讲，如果你要从召唤到觉醒统帅，需要700颗雕像，所以曹操这里还差48颗雕像就可以觉醒了。假设说你是想要觉醒的话，至于查理马特的话，就是相差100颗雕像。那西德这个废物没有人要了，就不用理他。至于采集统帅，你们可以明显看到是肯定能够觉醒的，甚至雕像还有多出来，这个真的是太离谱了。反而凯撒跟花木兰拿到的雕像有点少，尤其是凯撒是全部里面最少的，只有368颗雕像。至于今天的重点西亚卡克呢，也只有488颗雕像而已。等于说今天就算你准备了1万把黄金钥匙，也是没有办法把它给觉醒的。而且各位要知道，推出更多新的文明就意味着会有更多金色的统帅，像是今天1万把黄金钥匙不够，可能之后就要2万、3万、4万，而且有很大概率全部都开到采集统帅，就比方说善德女王、埃及艳后、10天3称。那如果你们是想要利用黄金钥匙把统帅给觉醒呢，是可行的，但是数量真的要特别庞大。再来紫色的统帅，如果你们想要把紫色的统帅从召唤到觉醒，总共需要450颗雕像。基本上这里所有的统帅呢都可以觉醒2次了，那个数量真的是太多了。所以你们想要用黄金宝箱把金色统帅觉醒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肯定可以把紫色统帅给觉醒。最后就是大家最在乎的，到底这一次开箱我总共拿到多少的加速资源？这个就是数据，你们没有看错，光靠开箱就可以拿到4亿的食物跟4亿的木材。那当然的，黄金宝箱拿到的资源数量其实会比较多一点。再来就是加速，但是各位也是要知道，我可以拿到这么多加速是因为开了很多的钥匙才拿到这么多的，而不是说我有黄金钥匙我就可以拿到这么多加速了。至于加速方面，这里有分成一般的加速、建筑加速还有研究加速，拿到最多的就是一般的加速，这里是以分钟来计算了，我如果换算去天数的话，总共是174天左右。建筑加速总共拿到145天，最后研究加速就只有59天，不过加起来也是蛮多加速了，相当于1年的加速。以上就是开箱所有的数据啊，我知道今天这个影片呢可能会有点无聊，但是你们要知道我做这个数据呢已经花了我整天的时间你要去写下来去做记录，然后要去计算呢也是花了不少时间，所以麻烦各位支持点赞分享。
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有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